儿子拿出10年打工攒的30万，准备回老家盖房子。刚到村口，就看见父母和弟弟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打地基。母亲见了他就说：“这地你弟弟要结婚，用你在外面有房了，这地就给你弟弟吧。”儿子攥着手里的银行卡，脚步瞬间顿住了，目光扫过地上已经立起的几根钢筋，沉声道：“这地是村里分给我的，证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们凭说动就动。”父亲叼着烟凑过来吐了个烟圈，眉头拧成疙瘩：“你是老大，让着弟弟不是应该的吗？他马上要订婚，女方非要新房，你在城里混得好，还差这一块地吗？”弟弟抱着胳膊站在一旁，脸上满是得意：“哥，你就成全我吧，反正你1年也回不来几次，这地空着也是空着，等我结了婚生了孩子，逢年过节还能去城里看你。”儿子冷笑一声，从背包里掏出红皮的宅基地确权证书，拍在父亲面前：“分地的时候我刚满18，村里按人头分的，这是政府发的，不是你们嘴里一句话就能改的。”母亲见状立刻变了脸色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啕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白养你这么大，翅膀硬了就不认爹妈了，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！”周围看热闹的村民渐渐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议论着，有人劝儿子让一步，都是一家人；有人替儿子抱不平，说宅基地确权了就是个人的。弟弟趁乱冲上来抢证书，被儿子一把推开，踉跄着摔在地上：“你敢打我！”弟弟捂着胳膊喊：“爸妈，你看他打我！”父亲勃然大怒，扬起手就要扇儿子，被儿子抬手拦住手腕：“我今天回来是盖房子的，不是吵架的。但谁要是想抢我的地，天王老子来也没用。”儿子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喙的狠劲。父母和弟弟见硬的不行，立刻换了副嘴脸。母亲抹着眼泪站起来，拉着儿子的胳膊柔声说：“儿啊，妈知道你委屈，可你弟弟是老小，我们偏心惯了，要不你先把地让给他，等他以后有钱了再给你补一套房。”我错了。弟弟也连忙点头：“哥，我给你写欠条，10倍还你。”儿子甩开母亲的手，眼神冰冷：“不用，我的地我自己盖房。”说完转身就要去找村长，刚走2步就被父亲拦住：“你要是敢找村长，我就死在你面前！”父亲梗着脖子，一副豁出去的模样。儿子脚步一顿，心里泛起一丝寒意。他知道父母铁了心要把地给弟弟。深吸一口气后，他掏出手机，直接拨通了镇里土地管理所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工作人员清晰的声音：“您好，这里是青山镇土地管理所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”陈建军握着手机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白，尽量让声音平稳：“我知道了。你好，我是陈家坳村的陈建军。有人未经我同意擅自占用我的宅基地建房，我要求你们立刻过来处理，请您说一下具体地址和身份证号，我们马上安排工作人员过去。”陈建军报完信息挂断电话，周围瞬间安静下来。母亲张桂兰止住哭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父亲陈老师叼着的烟掉在地上，愤怒变成惊愕。弟弟陈建国的得意消失殆尽，只剩慌乱。村民们也愣住了，本以为只是普通家庭纠纷，没想到陈建军动了真格，有人窃窃私语。看来建军这次是真生气了，换谁都生气，辛辛苦苦攒钱盖房，地却被弟弟抢了。不过叫政府的人来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毕竟是一家人。张桂兰反应过来，指着陈建军破口大骂：“好你个陈建军，你竟然真的敢告我们！我白养你这么大，你这个白眼狼！”陈建军冷冷看着他，一言不发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但他知道不能心软，一旦让步，10年血汗就白费了，奶奶的遗愿也无法实现。陈老师弯腰捡起烟，狠狠踩灭，用陌生的眼神看着他：“好得很，陈建军，你有种！今天你要是敢让土地所的人来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”陈建军心脏猛地一抽，却咬着牙说：“随便你们怎么说，这块地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”陈建国壮着胆子喊道：“哥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不就是一块破地吗？至于闹到政府那里去，你要是把爸妈气出好歹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我过分？”陈建军冷笑：“你们未经我同意在我宅基地打地基，抢我的东西，
这叫不过分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这块地也是我的。片刻后，一辆印有土地监察字样的白色面包车驶到村口，下来2个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。谁是陈建军？年纪稍大的工作人员问道。陈建军上前递上确权证书，这是我的确权证书，麻烦你们看一下。工作人员仔细查看证书，又看了看地基和钢筋，转头对陈老师夫妇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12条规定，依法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受法律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。这块宅基地登记在陈建军名下，使用权归他所有，你们未经同意擅自占用，属于违法行为，立刻停止施工，拆除已搭建设施，恢复土地原状。张桂兰立刻撒泼，什么违法行为？这是我们家的地，我是他妈，他的东西就是我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你们管得着吗？年轻工作人员皱着眉，大姐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宅基地是集体所有，村民只有使用权，确权证书具有法律效力，若不停止施工，我们将依法下达停工通知书，甚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，到时候你们还要承担法律责任。陈老师不服气，他是我儿子，我养他这么大，他就该听我的。他弟弟要结婚，没有新房女方不嫁，我们老陈家就这一个根，你们政府不管老百姓死活吗？年长工作人员耐心解释，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结婚是你小儿子的事，他该自己努力赚钱盖房，而非抢哥哥的东西。陈建军在外打工10年攒钱盖房也不容易，你们这样对他太不公平，公平他是老大，就该让着弟弟天经地义。张桂兰尖叫，他在城里有房有工作，还差这块地，他弟弟什么都没有，他就不能帮衬一把？老大没有义务必须让着弟弟，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该受保护，再胡搅蛮缠我们就报警了。工作人员语气坚定。陈建国见状慌了，拉了拉张桂兰的衣角，妈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去，以后再想办法。张桂兰甩开他，却被陈老师硬拉着走了。陈建国也跟在后面，临走前恶狠狠地瞪了陈建军一眼，看着他们的背影，陈建军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，浑身无力，差点瘫倒。工作人员把证书还给他，你放心，我们会维护你的合法权益，他们在骚扰你，随时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，太感谢了。陈建军感激地说。村民渐渐散去，陈建军站在宅基地上，看着地上的钢筋和地基坑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本以为盖房是件开心事，没想到闹成这样。建军别站着了，先去我家吧。发小张强走过来，递给他一瓶水，喝点水，看你累的。陈建军接过水喝了大半瓶，谢谢，勉强笑了笑，谢谢你。张强谢什么，我们是兄弟。张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爸妈和弟弟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偏不信，现在闹成这样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绝情。陈建军叹气，张强劝道，别想太多，先去我家吃饭，有什么事吃完饭再说。陈建军点了点头，跟着张强往村东头的平房走去。张强的父母很热情，连忙招呼他吃饭。饭桌上，张强的父亲王大叔说，建军你委屈了，你爸妈太偏心，这些年你给家里寄的10几万都花在建国身上了，建国被惯坏了，整天游手好闲，现在结婚，女方要2层小楼和10万彩礼，你爸妈拿不出钱就打你的主意。张强的母亲李阿姨补充道，建国的女朋友李娟要求太高，你爸妈没办法才盯上你的宅基地。陈建军默默吃饭，心里清楚，父亲身体不好，不能干重活，母亲种地收入微薄，弟弟高中毕业后就无所事事，这些年他寄的钱全被弟弟挥霍了。饭后，张强把陈建军拉到房间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你爸妈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今天土地所的人来了，他们只是暂时不敢闹，还能怎么办？继续盖房子。陈建军语气坚定，这10年我受了太多苦，才攒下这30万，我一定要盖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不能让血汗钱白费。好，我支持你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。张强顿了顿，又问，你今晚住哪里？你家门锁肯定被换了。陈建军愣了一下，
他确实没考虑这件事。住我家吧，有一间空房，你先凑合一晚。张强不由分说地安排下来。晚上陈建军躺在张强家的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看着窗外的月亮，想起了小时候的事。他小时候和奶奶住在一起，奶奶最疼他，有好吃的都留给他。那时候家里穷，每次吃肉，奶奶都把肉夹给他，自己只吃青菜，还说不爱吃肉。父母带着弟弟住另一间房，从来都是偏心弟弟。弟弟想要玩具汽车，父母立刻就买。他想要一个新书包，父母却以你是哥哥，要让着弟弟为由拒绝。有一次弟弟撕了他的作业本，他打了弟弟一下，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他一顿。他哭着找奶奶，奶奶抱着他流泪，建军别怪你爸妈，你要好好读书，以后有出息了就不用受委屈了。从那以后他拼命读书，成绩一直是班里第一，可父母还是偏爱弟弟。初中毕业，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县里重点高中，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，父母却不同意他去读。父亲说家里没钱，供你弟弟上学就够了，你是老大，该出去打工赚钱。他哭着哀求，可父母根本不听。母亲还说男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，早点打工帮你弟弟娶媳妇儿才是正事。奶奶偷偷塞给他一个布包，里面是他攒了一辈子的3000块钱。建军，这些钱你拿着去城里打工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等你有钱了，自己盖个房子，有个家，奶奶就放心了。他拿着布包给奶奶磕了3个头，跟着村里的老乡去了城里。那年他才16岁，刚到城里，他在建筑工地搬砖，每天干10几个小时，手上磨出厚茧，肩膀被砖头压得红肿，却不敢叫苦。工地上伙食很差，每天都是馒头咸菜，他省吃俭用，每个月工资除了生活费，其余都寄回家里。可父母从来没问过他过得好不好。有一次他在工地上摔断了腿，没钱住院，只能在工棚里硬扛。工友们凑钱给他买了药，他躺了3个月才勉强能走路，腿上留下了后遗症，阴雨天就隐隐作痛。这件事他从来没告诉家里。半年后他接到家里电话，说奶奶去世了。他连夜赶回老家，却还是没能见奶奶最后一面。他跪在奶奶坟前哭了一整天，发誓一定要赚很多钱，盖一栋漂亮的房子，把奶奶的牌位供起来。从那以后他更拼命了，除了在工地搬砖，休息时还去饭店洗碗、送快递，不管多苦多累的活都干。冬天工棚里没有暖气，冷得像冰窖，他常常被冻醒。过年时别人都回家团圆，他只能在工地上煮一碗泡面过年。10年时间，他终于攒下30万，本以为能顺利盖房，却没想到刚到村口就遇到这样的事。想到这里，陈建军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他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如此偏心，为什么弟弟可以不劳而获。第二天一早，陈建军起床后对张强说，我想去找村长，让他帮我找个施工队，尽快盖房子。好，我陪你一起去，村长王大叔人不错，会帮你的。张强说道。两人来到村长家，王大叔正在喂鸡，看到他们连忙招呼进屋。建军，昨天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爸妈确实太过分了。王大叔叹气，我这就给施工队队长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跟你谈。可没想到几个施工队队长一听说要在陈建军的宅基地盖房，都不愿意接活，他们怕陈建军的父母和弟弟来捣乱。这可怎么办？王大叔皱起眉头，别的施工队都在别的村子干活，一时过不来，就算来了也未必愿意接。张强突然说，我表哥刘刚就是干施工的，在邻村盖房子，我给他打电话问问。他立刻拨通电话，把陈建军的情况说了一遍。刘刚一口答应，没问题，我这边的活还有2天干完，干完就带人过去。建军是你兄弟，我肯定帮忙。陈建军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连忙向张强和王大叔道谢。接下来2天，他和张强去镇上买了水泥、沙子、钢筋等建材，运到宅基地上堆放好。这2天，父母和弟弟没有来捣乱。陈建军以为他们终于想通了，却没想到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。2天后，刘刚带着施工队来了。刘刚30多岁，
皮肤黝黑，为人实在建军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。几人查看场地，规划方案后，施工队正式开工。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，陈建军和张强也在工地上帮忙，看着地基一点点挖好。陈建军心里充满希望，仿佛已经看到漂亮的小楼矗立在眼前。奶奶正笑着向他走来，可开工第3天，父母和弟弟就来了。张桂兰一屁股坐在工地门口，拍着大腿嚎啕。没良心的东西，竟然真的敢盖房子，不让你弟弟结婚，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！陈老师拿着锄头站在施工队前面，谁敢动工，我就砸谁的头。这是我们家的地，我说了算。陈建国叉着腰骂道：陈建军，你真不是东西，为了一块地连爹妈都不要，看你以后怎么在村里做人。工人们都停下手里的活，面面相觑。刘刚走到陈建军身边，建军，这怎么办？他们这样，我们没法干活。陈建军脸色一沉，走到陈老师面前，爸，最后说一遍，这块地是我的。土地所的人已经说过，你们这样做违法，再阻碍施工，我就报警了。你敢报警？陈老师举起锄头就要砸过来。你冷静点，我是你爹，你敢报警，我就打死你这个不孝子。陈建军一把抓住锄头夺了过来，扔在地上。爸，别逼我，我不想跟你们动手，但你们也别太过分。陈老师气得浑身发抖，扑向陈建军。陈建军侧身躲开，陈老师扑了个空。张桂兰哭得更凶了，杀人了，儿子打爹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周围很快围满村民，有人说建军不孝，有人说他只是自卫，还有人指责陈老师一家过分。就在这时，老支书李爷爷拄着拐杖来了。李爷爷70多岁，在村里威望很高，大家都很尊敬他。他用拐杖敲了敲地。陈老师为了一块地闹得鸡飞狗跳，不怕村里人笑话吗？当年分地，我是村支书，这块地是建军刚满18按人头分的，建国那时候才12，没资格分地，这地本来就是建军的，你们凭什么给他？张桂兰辩解，他是我生的，他的东西就是我的，我想给谁就给谁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确权证书有法律效力，建军真要告你们，你们肯定输。到时候不仅的要不回来，还要赔偿损失，被人笑话。李爷爷严肃地说，那建国怎么办？没有新房结不了婚，老陈家就绝后了。陈老师急道。李爷爷冷笑，结不了婚是他自己没本事，20好几的人不会自己赚钱盖房，整天游手好闲，靠爹妈靠哥哥，算什么本事？建军在外打工10年攒钱盖房，你们却要抢他的，对得起建军，对得起死去的老母亲吗？提到奶奶，陈老师夫妇脸色变了。李爷爷继续说，老母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说最放心不下建军，让我多照顾他。你们这样欺负他，老母亲泉下有知，能瞑目吗？张桂兰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开口。陈老师也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李爷爷又说，建军的地还是他的，他盖他的房，建国的婚事你们再想别的办法，别再逼建军，不然闹到法庭上，大家都不好看。说完，李爷爷拄着拐杖走了。刘刚趁机让工人们继续干活，陈老师夫妇没办法，只能灰溜溜地走了。陈建国临走前还瞪了陈建军一眼，陈建军对着李爷爷的背影深深鞠了一躬，心里满是感激。接下来几天，施工顺利进行，陈建军每天在工地上盯着，张强也经常过来帮忙，父母和弟弟没有再来闹。可陈建军没想到他们会做出更过分的事。一天晚上，陈建军和张强在工地上守夜，半夜被奇怪的声音吵醒，两人走出帐篷，借着月光看到几个人影在偷搬水泥和钢筋。随陈建军大喝一声，人影们扔下东西，撒腿就跑。两人追了一段没追上，清点后发现少了5袋水泥和10根钢筋。陈建军知道肯定是父母和弟弟干的，可没有证据，只能作罢。第二天，陈建军把事情告诉刘刚，刘刚说，看来他们不会善罢甘休，晚上我让2个工人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守着，人多他们就不敢来了。当天晚上4人轮流值班，可后半夜还是出了意外。怎么会这样？陈建军和一个工人值班时，突然听到轰隆一声，
只见刚砌好的一面地基墙被推倒了，砖头水泥块散落一地。陈建军气得浑身发抖，眼里布满血丝。他知道这一定又是父母和弟弟干的。张强和另一个工人被惊醒，看到这一幕都很愤怒，太过分了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张强骂道。工人们劝道：建军报警吧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陈建军深吸一口气，掏出手机拨通了110，警察很快赶到，查看现场，拍照后问陈建军有没有怀疑的人，肯定是我父母和弟弟，他们之前就来闹过，还偷过我的建材。陈建军说道。警察随后带着他去了他家。陈老师一家3口正在吃饭，看到警察都愣住了。警察询问他们昨晚的行踪，3人都一口咬定在家睡觉，没有去过工地，没有证据。警察只能对他们进行警告，再发生这样的事儿，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我们一定严肃处理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警察走后，陈建国得意地说：爸妈，他们没有证据，能把我们怎么样？我看他还怎么盖房子。张桂兰笑着说：还是我儿子聪明。陈老师却叮嘱：别得意，小心被抓住把柄。陈建军站在门口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心里寒意更甚。他没想到亲生父母和弟弟竟然如此绝情，从家里出来他心情低落到极点。张强和刘刚劝他别灰心，重新砌墙，这次多留人守着，看他们还敢来捣乱。施工队重新砌墙，加快进度，每晚4人守夜。父母和弟弟没了机会，暂时收敛了，却又想到了散布谣言的办法。张桂兰每天在村里转悠，逢人就说陈建军的钱来路不正，是偷来抢来的，还说他不孝，不管爹妈，要把他们送进监狱。陈建国也在一旁附和，说陈建军在城里混得不好，回来跟他抢地，害得他婚都结不成。谣言很快传开，不明真相的村民开始对陈建军指指点点，说他是小偷不孝子。陈建军心里委屈，却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只能默默承受。这时李爷爷又站了出来，他在村里大喇叭里说：大家听好了，关于陈建军的谣言都是假的，是陈老师一家编造的。陈建军在外打工10年，攒钱盖房，他父母弟弟想抢他的地，被拒绝后就造谣污蔑他。陈建军是个好孩子，大家别被谣言蒙蔽。村长王大叔也站出来作证，我可以证明陈建军的钱都是辛苦打工赚来的，他每年都给家里寄钱，是个孝顺的孩子。村民们这才明白真相，纷纷同情陈建军，指责陈老师一家过分。陈老师一家见谣言被揭穿，只能暂时收敛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房子一层盖好了，陈建军心里终于有了一丝欣慰，可他怎么也没想到父母和弟弟会做出更极端的事。那天陈建军正在工地上干活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公司王经理打来的，语气十分生气：陈建军，你家里的事怎么闹到公司来了？你爸妈和弟弟正在公司门口闹，说你不孝，抢弟弟的地，很多客户都看到了，影响非常不好。陈建军脑子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。他没想到父母和弟弟会跑到公司去闹。王经理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回去处理，你赶紧回来，处理不好就不用来上班了。王经理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陈建军又急又气，他在这家公司干了5年，从普通工人升到组长，很珍惜这份工作。要是因为这事儿丢了工作，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张强和刘刚劝他别着急，赶紧回去处理。工地上有他们盯着。陈建军收拾东西，赶去镇上坐汽车转火车。经过10几个小时的颠簸，终于回到城里，直奔公司。到了公司门口，他果然看到父母和弟弟在闹事。张桂兰坐在地上哭，陈老师唉声叹气。陈建国向围观的人诉说他的罪行。公司门口围满了人，保安劝他们离开，他们却不听。陈建军冲过去拉住张桂兰：妈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张桂兰甩开他：我不回去，你不把地让给建国，我就天天在这里闹，让你在城里待不下去。陈建国也说：没错，你不让地，我们就不走。陈建军看着他们，一字一句地说：最后说一遍，地是我的，不可能让给你们，再闹我就报警了。你报警啊，我是你妈，你还能让警察抓我不成？张桂兰撒泼道。
这时王经理走了出来，生气地说：“陈建军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把公司的脸都丢尽了，立刻把他们带走，不然别来上班了。”王经理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带他们走。陈建军急忙说道，又对父母和弟弟说：“你们跟我走，有什么事回去说。”张桂兰见状，立刻从地上爬起来：“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”陈建军带着他们去了附近一家小饭馆，找了个包间坐下，点了几个菜后问道：“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”张桂兰说：“很简单，你把宅基地让给建国，再给我们10万块钱彩礼，我们就再也不闹了。你们疯了吗？”陈建军不敢相信，我这10年寄回家里10几万都花在他身上，现在还要抢我的地，要彩礼不可能。陈建国说：“你是哥哥，帮弟弟出彩礼是应该的。我要是结不了婚，老陈家就绝后了。他25了，是成年人了，该自己赚钱养活自己，不是靠我。”陈建军冷笑：“我不会让地，也不会出彩礼。再闹我就报警。你敢？”张桂兰说：“你敢报警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”陈建军心里彻底寒了。好，你们想闹就奉陪到底。从今天起，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和弟弟，我们断绝关系。说完，他站起身就走。你站住！陈老师喊道：“你敢断绝关系，我就死给你看！”陈建军没有回头，径直走出饭馆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，心里空落落的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就在这时，张强打来电话，陈建军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。张强气得直骂：“他们太不是人了！建军别难过，大不了就断绝关系，这样的家人不要也罢，丢了工作再找，实在不行就回老家，我们一起干。”谢谢你，听了张强的话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陈建军心里稍微好受了些。谢谢你，张强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放心了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工地上一切都好，刘哥他们正在盖2层。张强说道。挂断电话，陈建军想了很久，觉得张强说的对，不能再被他们拖累了。第二天，他去公司找王经理，把事情真相告诉了他。王经理很同情他，说：“建军，对不起，昨天我太冲动了，你先请几天假，回老家把事情处理好，处理完再回来上班。你是好员工，公司舍不得开除你。”陈建军感激不已，立刻买了回老家的车票。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彻底解决这件事。回到老家后，他直接去了镇上的律师事务所，找律师说明了情况。律师说：“你的证据很充分，有宅基地确权证书，他们破坏房子和去公司闹事的证据，这个官司你肯定能赢，可以要求他们停止侵害，赔偿损失，公开道歉。”陈建军当即委托律师签订了委托协议。律师很快写好起诉状，递交给了法院。法院受理案件后，给陈老师一家3口送达了传票。3人收到传票后都慌了。张桂兰撒泼骂陈建军白眼狼，陈老师生气地说要断绝父子关系。陈建国却很害怕，爸妈要是输了官司，不仅要赔钱，还要被村里人笑话，怎么办？张桂兰嘴硬，怕什么？我们是他的爹妈，法院还能判我们输？可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这次肯定输了。证据都在陈建军手里。这时，陈建国的女朋友李娟也知道了这件事。她本就对陈建国游手好闲、啃老不满，得知他抢哥哥的地、破坏房子、去公司闹事，更是失望透顶。找到陈建国提出分手娟儿，为什么？陈建国急了。李娟说：“你自己没本事就抢哥哥的东西，还做出这么丢人的事儿，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我们的婚事。我不能嫁给你这样的人。”说完，李娟转身就走。陈建国怎么追都追不上。陈建国回到家，把怨气都撒在父母身上，都怪你们，非要让我抢哥哥的地。现在娟儿跟我分手了，哥哥还要告我们，你们满意了吧？张桂兰一听，急得高血压发作，中风晕倒了。陈老师赶紧把她送到医院。医生说张桂兰中风需要住院治疗，以后可能会留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陈老师一下子垮了，坐在医院走廊里抱头痛哭。他后悔了，后悔自己的偏心，害得妻子中风，小儿子婚事黄了，大儿子要告他们。陈建军得知母亲中风的消息，心里很复杂。虽然恨父母偏心，但毕竟是生养自己的母亲，他犹豫了很久，
还是买了水果和营养品去医院看望。走进病房，他看到母亲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半边身子不能动，说话含糊不清。父亲憔悴了很多，头发白了不少。弟弟坐在角落里，低着头一言不发。张桂兰看到他，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，伸出能动的手拉住他。建军，妈错了，原谅妈。陈老师也含着泪说，建军是爸不对，不该偏心，不该逼你，你妈成这样了，建国的婚事也黄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别告我们了，地的事我们不追究了，你还是盖你的房子，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陈建军看着病床上的母亲，心里的怨气消了大半，想起小时候母亲背着他冒雨去看病，父亲偷偷给他塞钱的事，眼泪也流了下来。妈，你好好养病，我不告你们了，宅基地还是我的，我会盖好房子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，不再闹了。他又走到陈建国面前，建国哥之前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但你已经长大了，该自己努力了，别再靠父母和别人，我这里有5万块钱，你拿去做点小生意，好好干活，以后肯定能找到好媳妇。陈建国抬起头，含着泪说，哥，我错了，不该抢你的地，不该捣乱，谢谢你还愿意帮我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活，不再啃老了。陈建军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，我们还是好兄弟。从医院出来，陈建军给律师打电话，撤销了诉讼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每天去医院照顾母亲。陈老师和陈建国也很感动，对他的态度好了很多。半个月后，张桂兰出院了，虽然半边身子不灵活，说话含糊，但已经能自己走路了。回到家，陈老师夫妇把门锁换了回来，给陈建军收拾了一间干净的房间。建军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陈建军心里暖暖的，觉得一家人能和好比什么都重要。又过了1个月，陈建军的房子终于盖好了，是一栋2层小楼，白墙红瓦，宽敞明亮。盖好的那天，村民们都来祝贺，李爷爷和王大叔也来了。陈建军把奶奶的牌位请进新房，放在客厅正中央，对着牌位鞠躬，奶奶，我终于盖好房子了，我们一家人现在过得很好，您放心吧。陈老师夫妇和陈建国也过来鞠躬。张桂兰愧疚地说，妈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以后我一定好好对待建军。从那以后，陈老师夫妇再也不偏心陈建国，经常给陈建军打电话，让他常回家看看。陈建国用陈建军给的5万块钱，在镇上开了一家小超市，每天起早贪黑干活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后来认识了一个善良的女孩，2人相爱结婚，陈建军给他们包了大红包，还帮着操办了婚礼。